在找什么？这块玉珏是我祖母留给我母亲的，在我母亲去世之前，又传给了我。当初我们在莺歌小院，我就想把它送给你，但不知道你对我的心意，所以一直没能送出去。我们离开小院的时候情况危急，这块玉珏也没能带走。如今我们能再次回到这里，或许有冥冥之中的安排。阿楚，我们能不能忘记过去的种种，重新在一起？我已经料到你不会收下这块玉珏，我做了太多错事，已经失去你，只是抱着一丝幻想，想要最后一世。燕雪，那不是蒙将军的堂弟吗？难道蒙将军也出事了？四大门阀，两家出了事，还有统领西南总兵的蒙将军，如今西南的兵力已经全部交到了诸葛家和穆家手里。四大门阀中，只有穆家是赵彻的心腹，穆何家和魏家都是赵阳派系的人。蒙将军是雍皇帝的人，赵彻是想要利用无面神教铲除异己。这么看来，雍皇很快也会成为赵彻的傀儡。还有一件事，什么？无面神的预言里，要死的是4个人，现在还差1个，是行乐。大雍一半的外军都在他的手上。赵彻若是想要控制大雍，一定会对他下手。我们得救行乐。阿楚，你知道我与大雍有血海深仇，如果他们鹬蚌相争，我自然愿意看他们自己杀死自己。你确定要管这桩闲事吗？燕雪，这绝对不是闲事。当初我答应你离开大雍，是因为你告诉我，燕北是一个自主又公道的燕北。但是被雍皇帝给毁了。如今，我和诸葛亮千辛万苦打造了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可依旧不被世道所容，从来都没有什么偏安一隅。大雍的陈科痼疾若是治不好，这个世道将永远不会好。此事交给我，等我休息。恭喜景王爷，真皇城中4大门阀失踪，穆何家、魏家皆已坍塌。执掌西南军权的蒙将军也已暴毙，以后大雍4大门阀就剩景王爷一家独大了。那也是托了太子殿下的福啊，只是不知太子殿下允诺的西南兵权一事。青山院的叠座，今夜就会行动。行乐将军一死，西南的兵权就可以交到景王爷你手中。那真是谢谢诸葛公子了。
出来吧，我知道是你。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，你贸然跟着我，就不怕我下令再围剿你一次吗？我知道，魏光和穆和烈已死，魏家和穆和家势力必然会衰弱，真皇城4大门阀，便只剩下诸葛家和穆家。诸葛月，你到底有什么计划？我们可以携手完成。你以为我能有什么计划？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，你骗不了我。当初在乌烟瘴气的诸葛寨，你佯装成青山院冷酷无情的4公子，可依旧在人吃人的真皇城里救了我，也救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奴隶们。我相信你不会变成那个助纣为虐、善恶不分的人。那个自以为是、以为自己可以兼济天下的4公子已经死了，现在只有大雍权臣、青山院长侍诸葛月。你若再不走，等青山院的蝶族们一来，你就走不了了。诸葛月，穆大人，深夜派这么多木卫跟踪我，是何用意啊？诸葛将军见笑了，我就是着急，想要抓到这个女奴，替陛下分忧。不料碰巧诸葛将军也在。既然这样，不如诸葛将军屈尊让一让，让我杀了他，咱们一起去跟太子殿下请赏呢。穆将军，这都是您一人的功劳，我怎么好意思分享？烦请穆将军动手，替太子殿下分忧解难吧。谢诸葛将军成全。杀！嬛嬛，杀了楚乔，我重重有赏。既然穆将军不怕死，我就成全你。让他们走，都给我退后！今日谢谢你救了我。不必，这是我欠你的。楚将军，我想与你合作。合作可以，但我不会再吃你给我的任何东西了。邢将军，多谢楚将军出手相救。问出什么了？他一口咬定自己不是赵彻的同党，说自己不清楚赵彻的任何计划。再逼问，
就开始大喊大叫，装疯卖傻。你把他打晕的？他自己蹦蹦哒哒蹦晕的。他们已经来回禀过了，行乐将军被救走了，下落不明。木申也被楚乔接走了，只是一兵一炮而已，不必可惜。你之前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楚乔妨碍到我们的行动。可是现在，这盘棋少了这一兵一炮，变成了死局。青山院已经在城内四下搜捕楚乔和燕雪，各城门处也都布下了谍座，只要他们再有丝毫的动作，都不会逃过青山院的眼睛。嘉梦在无面神殿宣布的第2个预言，说的是无面神将会降罪一片罪恶之地，用洪水将其罪孽洗清。自从他这么说后，西蒙就一直暴雨连绵，许多山体都发生了洪涝。西蒙的气候本就极端，往年夏秋之交，也是它雨水最大的时候。此时的暴雨连绵，根本不是什么怪事，但恐怕只有西蒙当地的百姓才知晓，其他人都会信以为真，是嘉梦的预言。可这个预言对赵成能有什么好处？仅仅是让无面神更有信服力吗？只怕不仅如此，赵胜很可能下一步要对西蒙动手了。太子殿下，我知道我曾效命于13皇子，要取得你的信任，必须先证明自己。而现在，我已经用2个预言证明给你看了。第1个预言，肃清了朝中反对你的人；第2个预言之前，我观测过天象，西蒙的暴雨将持续半月，正好应验被降罪的土地。此事办得不错，明日大雍的军队就会从真皇出发，去往西蒙。我要以无面神的名义收回西蒙。一旦西蒙的乌金矿落入殿下你的掌控，别说是大雍，四方的局势都将握于殿下之手。蒙将军已经死了，西南的兵权以后交由景王爷接管。此次出兵西蒙，要靠王爷运筹帷幄了。臣领命。当年沙场鏖战，臣的这条腿是为救驾而落下的残疾，不想却因此被陛下弃如敝履。这些年，臣不得分忧国事，枯坐岁月。如今，殿下委以重任，臣感慨万千。臣虽老矣，但臣的府中皆是愿意为殿下效力之人，请殿下放心，臣定不负所托。看方向，应该是要出城。你预料的没错，现在赵彻就由降雨一事对天下宣称是西蒙触怒了无面神，他现在发兵，就成了以无面神的名义要接管西蒙。此前诸葛穆青带去西蒙关外的拥军有2万人，现在还没有撤退，再加上前几日新调集的军队，我担心贺啸他们撑不住。你不必担心，我即刻启程回燕北调兵，支援西蒙。好。燕北王，那日多谢你的相救之恩。现在真皇城已经被封锁，你拿着这个令牌从东南门走，东南门的守将是我的心腹，他见到令牌便会给你放行。多谢秦将军，我会尽快回到燕北，准备反击。如今赵彻已经丧心病狂，嘉梦的预言已经说了2次，下一次只会更加严峻。
你和嬛嬛留在这里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我代表无面神宣布第3个预言：在这片土地上，上一位被无面神选中之人将受天火的洗礼，在天火的灰烬中，下一位被无面神选中之人将要离世。走吧，走吧。来看看，你们去哪儿？结账。走。那走啊。你们。拦住他！诸葛月，你跟我说过，只要我照顾好阿楚，你就会回来。大人，燕王受伤了，即刻拿下燕北王。冰雪剑伤着骨头了，忍着点儿。程远，你快带着黑鹰军的令牌，立刻回燕北调兵，支援西蒙。赵彻的兵马已经在去西蒙的路上了，快走！快走！我去给你找点水。程远。赵彻攻下西蒙，下一个目标就是燕北。你一定要像辅佐姑一样，全力支持阿楚，抗击大勇。这不仅是为了阿楚，更是为了燕北的安危。我陪你一起走。不行，我现在行动不便，你带着我太不安全了。外面全是青山院的人，情况危急，你先走，姑不会有事的。姑知道你喜欢和连王妃，
古之后会给你们赐婚，就在回回山下。皇上，以前你不懂姑对阿楚的感情，现在你应该能理解。程远，你从小就没有家，你曾对姑说，燕北军营就是你的家。这些年来，姑一直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心爱之人，有一个真正的家。如今，姑总算是可以放心了。皇上，公子，这里有血迹，沿着这片林子往里搜，务必把人给我带回来。是，走，撤！程远，你快走，快走！我和诸葛月打了这么多年，我杀不了他，他也杀不了我。程远，我命令你快走！皇上，这是我命。是。对不起，皇上。这些年，你我是君臣，也是兄弟。恕我这个做兄长的，这次又不听你话。抓住他！
们上当了，燕王肯定就在附近。给我继续搜。是。慢着，我已经搜寻过了，那边有一处悬崖，上面有血迹，燕璇的腿上中了2箭，定是滚落悬崖，粉身碎骨了。走。撤！把尸体带走。启禀殿下，另一边山坳我们也去了，确实没有找到燕王的踪迹。走。程远，程远，程远，为国的命令，你不能死！我要你回来，程远，我要你回来！臣与王上、燕北乃是一体，生死荣辱，必落黄泉。无论何时，臣与王上共进退。
自由从军，燕北军营就是我的家，黑鹰军和王上就是我的亲人。燕北之大，我却不知该去向何方。程远，我带你回家。飞翔。赤影，是程院让他来的吗？皇上，赤鹰认识回燕北的路，他会带你回家，照顾好何连玲。出事了！我刚在外面听到消息，说青山院在甄嬛城外劫杀了王上，也许死在诸葛亮手里了。哪来的消息？你可有看到尸体？尸体我没看到，但是城内晚上急匆匆的进进出出了好几队青山院的谍座，看起来不像是空穴来风。我不信，没有看到尸体，我不相信燕许会死。燕北王燕寻意图逃离，坠崖而亡。听闻燕北王神勇非凡，这青山院果然厉害呀！还没有发现燕寻的尸体。燕北将军程远现已伏诛。是程将军。我们不能让程远的尸体落入到大庸的手中。你不必担心，他们没有找到燕寻的尸体，就证明燕寻应该还活着。只要他还活着，就一定会回到燕北。程将军，没想到你我为敌这么多年，最后葬你的人却是我。程将军，若有来世，若你我还生在燕北，我们还为同僚，一起守护燕北吧。公子，大庸的兵马已走到了朱坛城，再过几日就能到达西蒙边境了。公子，有一件事岳大不明白。你说。你一直和太子殿下是出生入死的朋友，
穆和烈和魏光死了之后，穆家也出事了，可为什么他反而把大半兵权给了一直远离朝野的景龙宴？太子已经不是当初的七殿下了，而是大庸的储君。身居储君之位，就不会再与任何人做朋友了。可如果是这样，公子为什么还要选择扶持太子？蓖麻子会使人呼吸不畅，1个时辰内窒息而亡。千机草中毒者全身抽搐，七窍流血而亡。你还有1次机会。是毒箭木，又叫见血封喉，毒性极强。若是进入心脉，则药石无疑。你是青山院的谍者，教你辨识毒草是为了取人性命，不是毒死自己。今日测试，你没有通过。我会武功，为何不能光明正大的杀他们，非要用狠毒的手段？这世上的规则，不会跟你讲方式和方法。你只有不择手段，才能活下去。那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错了。你难道不这么认为吗？不论是你还是我，如果不能改变什么，就没有资格评判对错。你现在首先要做的，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。因为我没有选择。吃饭。死吧你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告诉你们赵彻的秘密。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把我知道的一切我都告诉你们。那就说出来看看，值不值得换你这条命？家梦要宣布的第3个预言，是无面神会要用圣火烧死现如今的天选之子，再由新的天选之子取而代之。这都是赵彻的阴谋。这个要死的人，就是当今圣上。你拿什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是奉赵彻的密令，在天元宫的祖庙里藏匿了大量可以自燃的火石粉，这就是他要谋害圣上的证据啊！因为2个月后是圣上的寿辰，赵彻借口要修整祖庙为圣上贺寿，早就将祖庙换成了自己的人在把守了。你们要是不信，你们大可以去查看我调用的运粮车进出城的记录。那运粮车就是专门为他运送火石粉的。按照木申所言，祖庙中有一处暗室，他遵循赵彻的旨意，
将火石粉藏到了暗室内。所以收弹当日，火石粉自燃，祖庙就会起火。赵彻是在利用这个邪教排除异己。无面神教的教徒如今已经开始在真皇城外屠杀不入教的百姓了，这些都是赵彻暗中的受益。可是如今我们根本无法靠近天元宫，想要进祖庙更是不可能。我有一个办法。诸位将士，无面神降罪西蒙，西蒙连日洪涝，也无法洗清他的罪孽。我们此去，要替无面神救赎这片罪恶的土地，将我们大雍的荣耀与光明带给西蒙和西蒙的百姓。自此，西蒙将成为大雍的一部分。灭魂西蒙！灭魂西蒙！灭魂西蒙！等等！行乐，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子殿下。行乐将军已经告病多日，怎么今日忽然出现，又阻碍大军出发西蒙？意欲何为？回陛下，臣并非告病，臣只是前几日在府中遭人刺杀，被迫出逃，因此才会不知所踪。至于告病的消息，臣不知从何而来。末将遭人刺杀，幸得一人相救，臣也将此人带来与陛下一见。他也有要事，要禀告陛下。是什么人？你一次把话说完。来人，保护陛下，拿下刺客楚乔！太子殿下，且慢，听臣一言，楚乔是来投诚的。见过陛下，见过太子殿下。臣女楚乔，携西蒙王后、殿堂秀丽太后之名，特来向父皇、皇兄投诚。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此人乃叛逃大雍的罪奴，曾行刺于13皇子。不要听他胡言乱语，就地斩杀，我有重赏。慢。楚乔，我认得你。天前23年，我任命你为禁军教头。那时候，你还和燕洵在一起。刚刚，你称你自己是什么？臣女。臣女见过父皇。半年前，父皇派遣雍使诸葛穆卿大人前往西蒙，册封我为西蒙公主，称我乃父皇遗女。当时臣女一时糊涂，服了父皇的好意，并未及时领旨认宗，如今深感懊悔，因此特来向父皇谢罪。我们已经派人千里迢迢赶到便堂，通知孙将军去救楚大人。可结果呢？大雍根本不买这个情面，便堂使者在真皇城被杀，楚大人现在是生是死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大雍已经变天，我们还有什么对策？咱们秀丽军不过区区数百人，就算加上所有的西蒙兵，也不过杯水车薪。其他人呢？也都是这么想的，是吗？各统领，这些年，
我们见过太多死战到底的英雄好汉了，他们尸骨无存，甚至连个坟头、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。咱们就这些人，去了大庸，螳臂当车的下场，你比我们清楚。楚大人对我们有恩，若是没有他的话，我们这些人早就葬身于荒野。现在楚大人命悬一线的时候，我们要袖手旁观。头儿，这么多年，我们秀丽军流的血还不够多吗？楚大人救过我们不假，可我们也得背着全家人的性命活下去啊！我在便堂成亲了，夫人快生了，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呀。大家都是秀丽军的弟兄，在这儿没有人欠楚大人的命，也没人欠秀丽军的情。我没资格勉强你们，我尊重你们的选择，可我还是得走这条路。父皇在上，若您不计前嫌，臣女和西蒙的百姓将都会臣服于父皇的脚下。楚乔，你是青山院的逃奴，你和燕世子燕洵一起叛逃大庸，血洗真皇城，如今还胆敢冒充皇女。我是青山院的逃奴，还是父皇留在青山院的遗女？无需你多言。父皇的圣旨早就说得明明白白，诸葛穆青大人宣旨当日，诸葛公子也在场，不是吗？你上次在西门关，不要再说了。楚乔，我只有一个问题，你凭什么让寡人相信你是真心透彻？父皇，大庸国富力强，而西蒙不过是一个荒芜之地。如今遭到无面神降罪，若是臣女再执迷不悟，只会让西蒙饱受煎熬。可若是我带领西蒙归顺大庸，既可避免两军交战，又有荣华富贵等着臣女。臣女为何要与大庸为敌？更何况，父皇比臣女英明睿智100倍。我相信，父皇一定比臣女更清楚，大庸多一个公主，总好过多一个敌人。陛下，楚乔所言并非毫无道理。西蒙若是能兵不血刃地归顺大庸，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吉事。若我们继续怀疑他，可能会错失良机。陛下，楚乔此女，我颇为了解。以微臣之见，她的归顺之心未必真切。诸葛公子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可以弃暗投明，背叛西蒙，效忠大庸，我为何就不可以？父皇，您若是心有疑虑，在我入大庸宗庙，以公主身份的玉蝶收入大庸族谱之后，我便会将西蒙的玉玺、兵符以及归顺国书全部亲手交于父皇。届时，父皇您只需要一声令下，派驻守西门关外的庸军前往西门关即可。等到时候，西门便就是大庸的领土。若你进了宗庙，玉蝶上了族谱，却又马上反悔，又要如何？除非你把西蒙的玉玺和兵符先交出来。好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，请父皇当即下旨，赐我名正言顺的公主之位。3日后，臣女会在天元宫前，将兵符、玉玺全部交于父皇手中，并签订西蒙归顺于大庸的国书，以群臣百官为证。之后，还请父皇直接让我入祖庙祭祀，玉蝶收入族谱，以表诚心。你在跟我讨价还价？
陛下担心我入族谱后会反悔，我自然也怕陛下拿到了玉玺之后，转头就不认我这个女儿了。站起来。好，寡人答应你。谢父皇。父皇，你配着剑，穿着盔甲，闯进朕的寝殿，是要再次逼宫吗？儿臣不明白，父皇为何要搭与那个楚乔？我们的军队集结在真皇城外，整装待发，不出数月，便可抵达西蒙。西蒙这样的蛮夷之地，兵无将，战无术，又经历了数日洪涝，我们的军队定可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我们为何要向楚乔妥协？更何况，楚乔是公主，不过是我们编造的计策，她根本不是什么公主。这样荒唐至极的称号，怎么就成了他们拿捏我们的理由？我们的敌人不是西蒙，西蒙只是一块蛮夷之地。在此前的数年，我们都不曾想要征服过它。我们想要拿下西蒙相当容易，但是如果燕北趁此时机挥兵南下呢？楚乔不是一般人，他不可能轻易归顺大用，一定是有所图谋。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任何一人是无所图谋的。寡人也知道存在风险，但是能够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西蒙，它的好处比风险更大。楚儿，你的性格太过刚硬，有些事情不必如此强硬。退一步，可以得到更多。你去那个柜子。在里面有个暗格。那日，你气势汹汹让我写诏书立你为太子，并非是为你所胁迫，而是这份诏书我早就写好了。我宠爱养儿，纵容他肆意妄为，那是因为我对他从未寄予厚望。他是个简单的孩子，我偏爱他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会将大庸的江山交给他。在我心里，你
才是能够担当大任的皇子。彻儿，寡人作为父亲，有诸多对你不住的地方，对你不够慈爱，也不够关怀，但那是因为，那些都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应该做的。你对于寡人来说，是儿子，更是大庸的继任人。如今寡人已经老了，寡人对你只有满满的嘱托与期望。寡人希望你能守住这份大庸的基业。寡人大运出鞘，不仅是为大庸养精蓄锐，更是为你积攒势力。日后，寡人相信，你若有所作为，定能成为这方天下的霸主。陛下，您无恙吧？无妨，他信了。陛下，幸亏那诏书早已备下，不然今日寡人这个儿子，太像寡人年轻的时候了。他比寡人更狠，更绝。上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什么？我不懂。顾没有把他带回来。皇上，你说什么？臣妾不懂。这红玉石玉佩是你的贴身之物，顾认的。他把它藏在了暗袋里，最后和他的嘱托一起留给了顾。顾把它带回来，还给你。我不，我不要。
你骗我！他不可能死，他答应过我的，他会回来见我的。何莲，你不要碰我！应天顺时，天子授之。寡人女楚乔忠勇兼备，德贤有常，为承天顺民，奉天之命，特此册封楚乔为西蒙公主，愿以此封号加赏，以表寡人之恩宠。接旨。谢陛下隆恩。公主，请留步。诸葛大人请我来这里，不会就是为了喝茶叙旧的吧？大庸的雨水比西蒙多，这月桂在这里虽能开花，但长得却不如西蒙。西蒙是一片世外之地，无论是人还是树，都可以肆意生长。但西蒙条件有限，只有阳光和土地，却没有荣华富贵，锦衣玉食。人各有志，树也是。大人，不要太过于强求。星儿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受封这个西蒙公主，但这是大庸的事，我不希望你牵扯进来。你明知道，若是赵彻登基，对于西蒙和燕北都会不得安宁。诸葛大人重回青山院，是你的选择，我不能苟同，也绝不会阻拦。还请诸葛大人也不要拦我的路。这把剑曾是诸葛大人赠予我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星儿，情不休，人却远走。问苍穹风情思念中，如何从头，又如何相爱相守都。我现在是西蒙公主，以后我们不适宜再相见，请诸葛大人自重。
我知道你肯定要去救楚大人，我跟你一起。你跟着我去，可能就回不来了。人生路，谁又能活着走完呢？你们不是说……我们是说很难，但也没说不去。我也不想啊。要是孩子出生以后说爹爹没有血性，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没我这个1等谥号，你们看得懂地图吗？贺统领，带上我们一起上路吧！带上我们一起上路吧！怎么，感动的说不出话了？要不我替你下命令出发？秀丽军听令，在！冲战！走！西蒙荒芜，地形广袤，缺口甚多。现在，除了陈兵在西蒙关外的2万拥军，赵彻又增派了7万兵马，分3条路西进。看样子，是冲着西永河谷、贺兰山，还有蒙山关这3个地方去的。西蒙兵力本就不足，阿楚带来的秀丽军又全部驻守在西蒙关，拥军选取这3条路进攻，应该是看中了他们地处偏远，把守最为薄弱。我们此次至少需要集结5万兵力，才可帮助西蒙度过这次危机。王上，5万兵力此刻对于燕北来说，已经是倾其所有了。便塘一战后，黑鹰军只剩下不足2万人，这2万人中还有部分要留守燕都。我麾下的燕北军，现如今即刻去集结，除了留守边戍的兵力外，怕是最多也只能调遣到1万人。王上，臣明白，这一战不仅关乎西蒙的存亡，对燕北也至关重要。只是当下我们实在是内忧外患，若是各部落在我们援兵西蒙之际再出动乱，那后果也不堪设想了。王上，赫连王妃，您交代臣妾的事已经查清楚了。不出王上所料，白川部、帕勒部除了必要的守备外，都还各有近数万兵马，连带我们赫连部的6000骑兵。王上此前赐给桓将军的5000精骑，白川部长老霍桑，世代忠勇，其女白川氏性行温良，德才兼备，即日起封为侧王妃，封帕勒部长女为侧王妃，赐临川、沙州、旧河3城，以作封邑。谢皇上。
阿楚，我一定许你做燕北王后，带你骑回回山的马儿。阿楚，翩翩飞花落入袖，偏偏不懂心忧。一壶酒，思念留人消瘦。浅浅细雨落窗口，梦醒不是春秋。情不休，人却远走。一声何求？不过再回首，芬芳仍旧。颤抖的手仍有红豆。欲说还休，都凝成芡酒，藏入心袖。荡漾这一生始终，问苍穹风轻思念中，如何从头，又如何相爱相守，都不用不竭的相送。莫让我眼眶都红透，才懂惊鸿不可有，只可颂，只可颂。赫连，谢谢你愿意帮过我。皇上，我自小就憧憬着有一日能当上燕北的王妃，因为这样便能光耀赫连部，就能不再让哥哥欺辱我，也能让赫连的族人不再受辱。所以今日是臣妾心愿达成的日子，臣妾很高兴。明日，帕勒和白川部的兵马将会到达燕都。3日后，故将出征西蒙，抗击拥军。皇上说过，希望臣妾能成为王上的盟友，成为对燕北有用的人。臣妾做到了吗？做到了。
白川部1万兵马全部召集。帕勒部9000兵马已全部召集。赫连部6000兵马已全部召集。黑鹰军15000人，燕北军12000人，总计52000兵马，全部在城外集合完毕，等待王上诏令。皇上，皇上，请王上带上这把剑，一同出征，用这把剑保护燕北，这是程将军的心愿。程将军也会再次把皇上平安带回。我答应你，会带着程远保护燕北，平安归来。大庸之女楚乔，携西蒙玉玺，兵符，今归顺大庸，永不毁约。来人！楚乔乃妖女，触怒大庸先祖，引发天火，将她拿下。都不许动！退下！诸位大臣不必惊慌，根
本就没有什么天火，引起画像燃烧的东西，其实就是火石粉。火石粉是什么？火石粉就是一种可以自燃的药物，只要阳光强烈，温度升高，就会引起自燃。那日九幽台上燃烧的火，就是火石粉的作用。赵彻就是在利用无面神会，利用火石粉在愚弄大家。胡说八道！无面神会乃大庸神教，岂容你诽谤？你就是在利用无面神会的名义，来铲除异己。穆和烈、魏光，还有死去的蒙将军，都是因为非其党羽，才惨遭杀害。怎敢做出如此倒反天罡之事啊！如果您不信的话，即刻下令去搜查祖庙地下的密道。穆深死之前已经招供了，他是奉赵彻之名修缮祖庙，实则就是在密道里藏匿了大量的火石粉。行乐，臣在，搜。是。父皇，这是楚乔别有用心构陷儿臣，穆深已死，如何证明这火石粉是儿臣所埋？父皇，楚乔此女包藏祸心，她与燕洵勾结，意图扰乱大庸朝局，她的每一步皆是算计，父皇万不可中了她的奸计。陛下，太子殿下，边关急报，燕北和西蒙的军队兵分几路，朝着我们大庸的边境赶来了。这个坏人看得见色吗？父皇，这正是楚乔与燕洵的阴谋。他今日在此污蔑儿臣，正是为了离间你我父子之情，让大庸陷入混乱。而燕洵趁此良机出兵，便是要我大庸陷入腹背受敌之境。如今大庸风雨飘摇，国难当前，您到底是要信楚乔这个妖女，还是相信我这个大庸未来的继承人？来人，将妖女楚乔拿下，押入大牢。别动！再动我杀了他！别动！妖女楚乔伙同行乐将军构陷太子，蒙蔽上听，其心可诛，给我就地斩杀！楚可月。圣上已经兵天，即刻起，太子便是新帝，所有人听太子命令。妖女楚乔伙同叛将行乐，弑君谋反，将其一并拿下。放开！你们谁敢妄动？缓缓。帮楚乔和行乐将军离开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缓缓，你别逼我。我还要再说一遍吗？放他们走！
让开！嬛嬛，你和我们一起走。楚乔，燕勋和西蒙军队他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你难道想让我们一起死在这里吗？楚将军，我们走吧。快走！嬛嬛，为什么要逼我？你明明知道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我没有选择。只要你肯收手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如果我不肯收手，你会杀了我，是吗？是。嬛嬛，从我和你那天在燕北树林被人埋伏，从你陪我去沿线，和我的部下集结那天起，我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不，你可以的。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，我知道你心存善意。大用的兵戈扰攘，也不是你想看的。赵哲，你放下这一切，跟我一起走。我们让大用和燕北重回平静，我们可以停战消耗，像你父皇和老燕王曾经那样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离开，好吗？好。诸葛越景王爷听令，即刻包围行乐将军府，全城捉拿妖女楚乔。是。是。嬛嬛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这个世道不适合你。萧将军，燕北和西蒙怎么样了？我的人刚刚前来送信，说燕北的军队已经从西南方攻破到了大雍的边境，雍军被迫从西门关退兵了，去到渊江，去支持西南边境了。不仅如此，便唐也发兵了。孙弟将军率领5万兵马，联合燕北、西蒙，一起进军大雍。
我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从各处调集了我所有能调集的亲信兵马，一共100人，集结在城外10里坡，听候调遣。100人，足够了。这是赵彻的吧？我们是在燕北白鸽镇认识的，那时我并不知道他是谁。我回到燕北后，遇到他被人陷害、追杀，受了伤，他要我送他去和他的旧部会合，但我没想到。他带他的人马回到阵亡，竟是为了这一天。明日用剑，带着他不方便。不后悔吗？我们早有约定，在今年，只是对数。剑刺入了公主的腹部，恰好刺在了腹中的胎儿之上。公主性命无恙，只是孩子留不住了。陛下，燕北的军队已经攻破了咱们的西南边境，咱们在西门关的军队也已经赶往西南驰援，但这么一来，西北的边防就会薄弱。要是西蒙军趁机发难，咱们恐怕会措手不及呀。传我的命令下去，立刻派军前往西门关支援。陛下，咱们的兵力已经不足了，剩下的人要守住真皇城。如果这个时候再从真皇城调兵，更容易出乱子。燕北的军队打到哪里了？已经打到临县了，等过了滦西河道，就真来不及了。皇兄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。西北的全戎人魁梧善战，请陛下向全戎人提出和亲，以我换取兵马援助大雍，如此一来，便能平息大雍边境的危机。
公主和亲固然能换取到兵力的援助，可这实在是屈辱。大庸颜面何存呢？大庸社稷，危在旦夕，是颜面重要，还是江山社稷重要？大庸自建国以来，从未有过公主与外邦和亲的先例啊！先例，便不可以破例吗？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都别争了。陛下，您真打算让纯儿公主去全荣和亲？有何不可？嘉梦便来自全荣，他已经带着全荣首领和亲的国书，愿以10万全荣军相助。全荣人性情残暴不仁，杀戮成性。这些年，我们一向对其避之不及，更无甚往来。如今要以公主去换取兵马，且不说这10万兵马是否能听命于我们，若他们借此时机心怀不轨，到时候我们再做防范，就只怕来不及了。诸葛月，你不同意和全荣和亲换取兵马？你不同意，是担心全荣对大庸不轨，还是不忍心看着西蒙灭亡，看着楚乔死？诸葛月，你是希望楚乔和燕北赢，还是想回去继续做你的西蒙王？我到现在都还没问你，昨日祖庙，你擅自出手杀了先皇，到底是什么用意？我是为了帮殿下解困。昨日若不是你出手，楚乔根本没有机会逃跑，我也不必在众目睽睽之下背负弑父弑君的罪名。你这么做，到底是为了帮我，还是为了放走楚乔？殿下，先皇已经得知了你的计划，假意相信殿下只是权宜之计。若我们当时不动手，以先皇的思虑和戒备，他一旦走出铁元宫，便会想尽一切办法翻盘。到时候，我们再想动手，为时已晚。诸葛月，你知道吗？当年先皇能够顺利继承皇位，你祖父诸葛穆青是有功之臣，但先皇对他，并没有像对燕世成那般猜忌，赶尽杀绝。那是因为你祖父清楚自己的位置，知道君永远是君，不该他管，就不要插手。臣明白。